这是800米吗？女子800米，大家注意看黑颜色衣服那位，2道这位90岁，3道那位66岁，起跑了。我们看看女子800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18号，礼拜六，看我们遇到了谁？大根源先生，大根源先生今天早上在那个 Park Run， 对，第1名。大阪南方的Park Run， 这个水平不高，所以第1名，放松第1名。第1名跑了多长时间？19分40左右吧。对，今天早上起来 Park Run 之前，大根源先生还给我发了一个5公里的热身跑，然后有一个 Park Run。刚才的3000米跑多少？3000米不该，这是11分40左右。11分40也挺快的了，很可以。但是我看你那一组同年龄组的人特别多。但是这个放松的，这个前面是岡田さん，还有一个年轻的，所以比我这个同年的都是后面的。可以。大根先生现在吃饭、洗澡、换衣服，下午还要回来练竞走。那我们下午再见。加油加油！现在中午10点30了。差不多10点50开始检录，11点20起跑。我昨天没睡好，这两天都睡得不太好，昨天睡了几个，可能5个多小时。今天早上起来，你们看我Strava去了一趟大阪城公园去拍大家的训练开始，我就没练，差不多就跑了那3公里。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行，但是上午感觉醒过来点。今天带了个咖啡因的能量胶，一会儿10000米我是这么想的。主要我唯一的担心是我从来没有穿钉鞋跑过这么长，穿钉鞋跑完场地赛以后，小腿后面反应特别严重，因为钉鞋其实它本质上有点那种翘脚尖儿的感觉，就是脚跟低，脚尖高，然后对小腿后边的压力就比较大，所以今天我就跑着看吧，我打算目标是跑进37分钟。走着看，小伙伴们看这位先生，100米男子，起跑30米的时候突然摔倒，他肯定这不是抽筋儿，应该就是拉伤，但愿他只是肌肉拉伤，小腿后面千万别是跟腱的话，没事，是肉，你看他捂的地方是小腿的肌肉拉伤。男子 B100m 決勝第3組選手ご紹介いたします。小伙伴们到了场地里了，今天带了3个吃的，看，这个是个清凉饮料水，上次接力赛的时候给的，66千卡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有咖啡因吗？又带错了，这是一个没有咖啡因的能量胶，那就没有咖啡因吧，没关系，我应该是带有咖啡因的。然后一个这个氢酸片，甭管有没有用，往上怼。这场肯定是跑不了路跑那个成绩的，而且这场我要保留实力，就怕受伤。这种场地赛钉鞋确实是对小腿压力太大了。刚才那位先生100米那个受伤，心都凉了。就这一场是我40岁之后的第1场比赛，虽然是个10000米的场地赛，但是我40岁之后的第1场比赛。我现在已经是 M40 了，不是 M35 了。所以呢，就有同年龄组竞技的人了。这一次有2位，加上我有2位，他41，我40，我是13号，他应该是14号。对，11点20就起跑了，现在11点04，赶紧吃。平常这天我都吃中午饭了，我一直以为这黑的都是有咖啡因的，直到悉尼马拉松的时候，那个观众说：“博哥，你弄错了。”还不如不知道呢。像这种大能量胶，马拉松比赛的时候肯定吃不成这么干净，所以这是它160千卡的意义。就一挤，你可能吃进去100就丢掉了。行，但是大了我可能得回去了就。刚才雨开始下大了，我就问家属设备有没有问题。这场比赛一开始下雨了，后来开始小，这时候裁判让我们开始热身了。热身当时的感觉就一般，因为钉鞋这东西平常不穿，就钉鞋一穿上一跑，你会感觉整个的腿部肌肉
维持同样的速度要用的劲儿比较大，所以热身也是适应一下。男子ハンマー投げ決勝選手の紹介です。准备开始，还是想再找找钉鞋的感觉。電光掲示板をご覧ください。競技は11時30分より行われます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100米终点这儿起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跑过10000米和400米还有800米这种比赛。裁判在跟我们讲，一会儿听到口令就往前走，然后等发令枪。ここで11時現在のグラウンドコンディションをお知らせします。天候曇り、気温摂氏 23.1 度、湿度 81%、西南西の風 0.7 メートルでした。当时其实我努力在听这个日文，我猜他在说天气和风速。裁判在跟我们说，听到什么话要往前走，让我们练习一下。这个时候有一位观众，刚才在起跑之前来了，聊了2句，他现在跟家属站在一起。也是在这边生活的华人。准备要开始了。トラック競技は男女の1万メートル決勝。出場選手は14名。選手はスタート後に紹介します。预备。这次的各就各位到发枪时间特别长，有一位没绷住，你看看举手这位他没绷住，还笑场了。开始。比赛开始了。其实我一直就发现12号应该是个强者，14号其实感觉一般，所以上来我决定跟他。他起跑其实不快，但是后来我错了。这个时候我发现他一直看表，想稳住3分30，我也跟着他看表。但是我从后边看他的跑步姿势，我就发现我应该是赢不了他。13是他，14应该比他岁数小一点，可能。那家属还在和频道的观众聊天，就他的感觉是很流畅，但是从近处看很有力。近看和远看其实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追不上他了。李博大阪 N40、飯塚亮兵庫 N40。続いて女子です。田中由美子。起跑的第一圈不快，82秒，但是这时候他开始微微加速了，他可能看见了前面那牌子上的时间，就远处那个牌子上左下角那黄颜色的是当前的时间，就是起跑了多久。我感觉他稍微一抬腿，我就跟不上了。这时候我有点跟不上，你看3分23秒的配速。続いて李博大阪 N40。
その後ろ上宮光一京都 N50 と続いています。一上来采取了跟随的战术。过这个弯道的时候，感觉特明显，感觉他又开始微微加速。这时候我的配速是3分19，我已经不能再快了，如果再快就崩了。我往那边去。感觉配速保持的还不错。看来这位12号的选手实力很强劲。对，其实他这时候没有全力。这时候他又开始加速了，甩开我越来越远了。这是第一次跑场地10000米，所以刚一起步可以稍微的保守一些。而且你们看我的速度不慢的，3分20多一点点。男女の1万メートル決勝、現在先頭バックストレート中央白ユニフォームは宮下光一。那种感觉就是你看着他快了，但是你追不上。而且当时我的感觉是，我没有精力低头看手表的速度，但是我想是如果我硬跟能跟他这一段，但是跟完以后我觉得没意义，因为他那个加速的感觉就是很顺其自然就加速了。12号这位选手跑得好快啊，步子特别大。そしてその後ろ黒いユニフォームは李博大阪 N40。そして3位集団もホームストレートに帰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黒いユニフォームは上宮光一京都 N50。そして青いユニフォームは山口信之滋賀 N55 です。这时候我已经决定不追他了，因为我觉得不在一个实力的段位上。后面的选手距离还是比较远的，所以现在看可以保持第2的位置。对，家属说的特别对。这时候我其实也回头看了一眼，我觉得这些人应该就我稳稳的应该是第2了。其实起跑之前我大概就有预估，那个人起跑热身的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。第1名的选手马上就要套圈了，已经追上最后的选手了要。李选手也过来了。感觉速度保持得不错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跑。对，其实我一直的这场的计划就是我争取在3分35之内，但是我没有穿钉鞋跑过这么长，所以一开始不敢太加速。李选手也马上要套圈了。对，这刚开始第5圈，差不多就已经有被我们套圈的了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的心率，现在看后边也可以看，这场比赛的心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顶。这场我大概留了有1成左右的力，就整体的感觉肯定是不到1成，但是就是那个感觉。并且在这场比赛上，我在用这个感觉，就是因为不是一个目标成绩的比赛，所以我在找那种迈步的感觉。12号的这位速度真的好快呀！对啊，他完全不减，感觉在我看来他就是在冲刺。当初我还想他真的能这么冲完10公里吗？最后人家冲完了。李选手现在追上的这2位其实速度也不慢呢，但是也已经被套圈了。对的，能有勇气来参加10000米比赛的都不是新手。
因为毕竟它是10公里呢，10公里其实还是有点要基础的。还有20圈儿。这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说怎么还有20圈啊？场地赛太残酷了，数着圈儿跑。我觉得路跑10公里其实挺快的。那次那个平城京那个我的 PB 34分多那个10公里，我就觉得特煎熬，那才4圈，4次一样的我就受不了了。这时候其实脑子想的是什么时候能看到还有13圈，就一半了。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。それでは先ほど行われました男子3000メートル決勝の結果を報告します。まず M30 1着岡田アトム大阪 M30 10分23秒13。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M55 我1着高橋正明奈良 M55 10分56秒50。M60 1着大川原茂大阪11分44秒05。刚刚解说在介绍上午的3000米的比赛成绩，冈田先生是全场冠军10分23，大河原先生是他那个年龄组的冠军11分多。17分6秒50。M70 柏原敏郎三重12分13秒86。M75 1着池田義明12分57秒95。第1名的12号选手现在已经领先了快半圈了。这时候我是在一个稳定输出的状态，因为我也不想追了，真心话。还有18圈，还有18圈呢，而且一方面是不想追了，一方面是肯定也不是对手，肯定不是对手。先頭まもなく3000メートルの通過9分59秒9分59秒。第1名那位选手不到10分钟完成了3000米，我也马上就3000米了。而且这3000米后来我看啊，不是后来，当时我就看了表，其实不慢的。这个3000米我差不多也是10分多一点点。这个时候心里其实在一直心理建设，因为刚才那20圈那18圈不光瞎数说，我其实也在看也在注意，我觉得好长好长好长，场地赛这个太磨人了。我当时在心理建设，我怎么把它变得短一点。我在想这几圈先别想，就一圈一圈的过。我发现这么一圈一圈过400米一圈其实挺快就过去了，过去以后再说。这一圈呢，比方到弯道或者弯道上直道以后稍微累一点，我就稍微的放2秒，然后呢有点劲儿呢就快2秒，最后总的大差不差就可以。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其实是好多台设备，一个 iPhone 15 Pro， 一个 Osmo Pocket 3，一个 iPhone 17 Pro， 再加上2个麦克风录出来的，所以才有好多不一样的景别和视角。
まず M30 1等辻井光一大阪37メートル51 M35 1等藤本圭司兵庫43メートル10 M40 1等吉江明宏兵庫48メートル74続いて M50 1等吉沢博京都36メートル38 M55 1等平岡秀樹大阪37メートル55結果はご覧の通りです。解说会时不时的说一下现在选手的顺位和名字，我一直大概在3分30出头的状态下巡航。12号的这位选手速度依然保持得很好。对呀，太厉害了。男女の1万メートル決勝先頭宮下雄一京都 M45 まもなく4000メートルの通過13分20秒13分20秒4公里。この1000メートルは3分21秒。这时候想着一半还没完呢，也就不敢再去往前顶。而且这种套圈的感觉其实挺难的，因为有的运动员，你们看前面这2位其实挺好的，他们贴边跑；有的其实不贴边跑，他把1道站满或者站在1道外侧。先頭の宮下雄一最初の1000メートルは3分19、次の1000メートルは3分17、3分20。好，李选手也还剩15圈。2分ペースでレースを運んでいます。但是有的选手他贴着1道外侧跑，他听到后边有人，他也往里闪。但是作为我在后边呢，我又怕撞到他，所以你想套圈就意味着你得更强一点。你们看这位12号选手的这感觉，跑动的感觉，他才真的就跟我比，人家是在跑步。如果我跟再慢的选手比，就是我在跑步，这个感觉不太好描述。你们看他远镜头这有力的步伐，而且这个时候我开始往回看，我在想，我在发现他其实现在已经套了我将近半圈了。我在想有没有任何可能性最后不被他套，但是谁知道人家后边越来越快，我到后边其实没有掉。咱们一会儿接着看。加油！加油！其实家属在这儿喊我听见了，但是当时我在想我要不要回头喊，我在想我一喊别到时候再失去节奏。只有一次好像我回他了，但是还没被录到，因为这个是他的领夹麦克风的声音。我每次过这弯道都能看到那个大屏幕上的时间，然后脑子里算一下，用算这个的时间呢，去抵消一下觉得时间过得慢的那个感觉。你们看，就远处那大屏幕左下角黄颜色，那个是就现在已经跑了多长时间。并且这个画面拍的是就现在的远端。就是200米起点那个弯道的样子，让运动员能看到。你们看来跑10000米的，除了1-2位，基本上都不太差，就都不太慢。因为10000米是个有挑战的项目，它不像3000、5000或者1500，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。就是这儿，我跟家属说特别累，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见？刚才我喊的，我说特别累，家属在拍照。
这时候基本看见点希望，还有13圈，想着还有一个5公里就结束了。この間に 5000m を通過しています。5000m の通過は16分40秒。この 1000m は我其实自始至终都没看心率，因为我觉得这次没有全力输出就不看了。果然其实还行。还有13圈。結果の発表を続けます。男子 A100m 決勝の結果 M55。这时候差不多第1名已经领先我半圈多一点点了。部門別 M55 第1位新井秀明大阪12分12秒39。追い風 0.7 メートル。M60 第1位古澤正彦滋賀13秒64。向かい風 0.6 メートル。続いて M65 第1位山本敏夫大阪14秒21。追い風 0.1 メートル。M70 第1位秋山仁京都13秒45。追い風 0.1 メートル。M75 第1位萩吉嗣大阪15秒96。0.5 メートル。M80 第1位椎木茂久大阪19秒55。追い風 0.5 メートル。先头的这位还有11圈。山口義治大阪21秒79。实力确实很强劲。对，他这时候已经不到半圈就要套我圈了。这时候我有时候还会回头看一眼，就是在对侧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从几圈前我就觉得可能会被套，应该不太可能不被套了，就放开了。李选手也马上就还有11圈了，加油！这时候其实还跑得动，但是你们这么看我的跑动姿态，跟我当时自身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的感觉其实腿没有这么抬不起来，但是其实这就是训练的结果，只能去接受吧。我觉得这个比赛最难的是后边被套圈的选手，因为他得自己系着圈儿。场上翻的那个牌是给前几名翻的，一旦被套圈了，自己的那个后边的选手就不是这个圈数了，他得自己记。我觉得这个挺难的。这说的特别对，后边一会儿还闹笑话了呢，大家还往后看吧，特别逗。万米在对面有补水的桌子。其实5000米的比赛也有，但是基本没人喝。这10000米后来有人喝，有几个人喝，而且还不止喝了一次。但是真的竞赛10000米，大部分不行。就真正比赛中，我就看到过莫法拉喝过一次。速度可以，没有明显的感觉出掉速了。家属这眼睛可以，我确实是没掉速，而且远端的视角看其实不慢的，但是就是不能跟人家比。12号的这位选手快追上了。对，这时候其实我还没意识到，对，我这时候已经没有太大精力去看他了。但是后边我是怎么意识到的呢？就是个乌龙事件，一会儿你们就看到了。我从下一圈开始，或者是下圈吧，我不记得了。我在看，我说他那个翻的那个剩几圈的牌子好像不太对，就是我应该还剩10圈，但是我看到的是9，
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反应过来我快被追上了，而是我觉得他是不是弄错了，就这么着心里打鼓，大概打鼓了有2圈我才弄明白。我们一会儿看啊，还有现在走来这一队人，这一队人应该是刚刚结束的田赛项目的某个项目的裁判。我看他们过去完全没往这边看，我在这时候就开始喊，这时候他们看到了我，赶紧停下。已经很极限了，喊不出话了。没错没错，第1名要追上你啦！这地儿特别逗，我鼓足勇气跟家属说是不是错了，家属说没错没错，但是后边我跑远了，他说第1名快追上我了，我其实没听见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意识到，就到现在还没意识到。我12号的选手马上要追上了，我真的好厉害呀！10000m決勝、現在先頭バックストレート中央、まもなく7000mの通過を迎えます。7000mの通過。23分22秒、23分22秒、この 1000m も3分21秒、イーブンペースです。我大概在这儿听见了脚步声，我听到那个脚步声就不是慢的人的脚步声，我意识到是这么回事。我赶紧给他打了个手势，让他和内道。然后打完手势，我觉得打的有点早，他可能不会这么快，我就一直保持没有进内道，给他让开。被套圈了，我第1名真的好厉害呀！我还跟加入喊了一句，我说是我错了。第1名还有7圈，李选手还有8圈。那这个时候感觉就特别的奇怪了，就是我看着是7，但是我知道我还有8，这时候还有3公里多呢。而且你们看他的速度，这刚半圈就超过我这么多，就是说明他前面其实还是有余力的，因为1圈他要超过这么多的话，他早套我圈了。M45 第1、種田聡滋賀11秒99。M50 第1。而且你们现在看这2位跑过终点，这2位其实不慢的，步幅也挺大的，还有这位也是，这么看都是挺厉害的人。但是你看他套我那一圈的那一圈比较快，然后也就相对稳下来了，就没有一直变得那么快，但是已经超过了我大概40米了。他用了1圈的时间超过我40米。看出来李选手已经很累了，对，有点抬不起腿了，然后摆臂也开始变了，开始扭。坚持住。但是钉鞋这种鞋的感觉就是，就算你没劲儿了，抬不起腿了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小腿后侧在努力发力，维持一个前脚掌落地和蹬起，全程几乎后脚跟没有几乎不碰地的这么一个感觉。所以我感觉就是我的场地赛，我的前倾感会比路跑稍微好一点点，然后呢跑动的感觉呢会比路跑看起来好一点点，但是自己的亲身感觉是要比路跑差很多很多。如果是路跑的话，应该没有这么狼狈，路跑我的10公里会比这个感觉好一些。这时候想的也不会再被套一圈了，就随意跑了，也没有太掉速，对吧？男女の1万メートル決勝、まもなく8000メートルの通過です。8000メートルの通過は26分42秒。
好，第1名已经通过了8000米。この 1000m は3分20秒1秒上がっています。这时候我就这么安慰自己，他不写的还有5圈吗？那就当还有5圈跑。你们看我前面这位，就是我要套他圈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他一直卡着第一内道的最外侧跑，但是他在我到他后面，他会给我让开，他会给我让到里面。哦，看出来已经很累了，有点抬不起腿了。对，确实是抬不起腿了，确实是抬不起腿了。結果の発表です。男女の大盤投げ決勝です。まず男子 M51 等坂口健一兵庫11メートル42。M55 1等吉本勲奈良8メートル43。M61 等中村隆夫10メートル24。M71 等山口哲夫大阪9メートル31。M75 1等山田秀樹大阪9メートル16。M80 1等小松博史大阪7メートル33。M85 1等山田康平大阪6メートル80。加油！女子です。W40 1等八橋美香兵庫7メートル4。W71 等藤本久子兵庫7メートル51。以上です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，到8000米的时候，手表响的稍微晚了一点，我就在想啊，我结束的时候要稍微等一会儿再摁表。但是其实后来看不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的这次的记录就多记了10米。我最后看我的那个摁表的时候，差不多也是多跑了10米。就不管是佳明和高驰都会有一个小问题，这在最后我会提到。所以场地10000米真的挺不好跑的。那跟路跑的区别还是挺大的。说的特别对，就这一圈一圈又一圈的，太折磨人了。看后面那撑杆跳的，看后面那撑杆跳的，要起跳了，看他能过去吗？哦，没成功。但是这东西平常在哪儿练呢？不知道呀。因为这个比赛都是业余的，没有专业的。但是这次因为没有顶到最极限，所以心态算是放松的。这时候30分钟了，我跑了8公里多。这就看出来了，那天那个接力赛那种环境下有那个180度折返，其实8公里多也没有这么累，或者也没有这么慢。其实比这个累，没有这么慢，就这个发挥不出我100%的速度来。所以有条件还是可以多做做这种场地训练，我觉得对路跑是有帮助的。回头我找一期节目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。結果の発表です。女子 100m 決勝の結果、W25 第1位前田若菜美恵13秒37。W30 第1位柴田由香大阪12秒47。W35 第1位木村真也香兵庫14秒35。W40 第1位八橋美香兵庫15秒13。W45 第1位戸塚美也京都13秒。还有3圈，马上就完了。这时候其实我也是知道还有3圈，但是我心里头老得想，我说还有2圈，还有2圈，还有2圈，最后一圈是送的，最后一圈是送的。当时心里就这么想的。这一圈稍微掉了一点点。但是你们看现在冠军的整个的感觉，
他其实全程没有掉，甚至后面再加。哦，第一名还有最后一圈了，要给他摇铃了。さあ、亀山で残り1周、現在先頭宮下祐一京都 M45 3分20秒あたりの。所以大家看，跑得好与坏，其实跟就普通人啊，咱们这个段位是否前倾充分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异。刚才那位冠军过终点的时候摇铃的时候，他后面那位其实整个的跑步的那种身体的角度感觉要比他好一些呢。但是就是被他套2圈，就是好多事儿到我们普通人这个段位的时候不是那么重要。就算第一名他那么快，他其实也是普通人的那个段位，他并没有变到说专业运动员的那个竞争的范围里。男女の1万メートル決勝、終始先頭譲らず白ユニフォーム宮下祐一京都ホームストレートに帰ってきました。時計は33分3。第一名要冲线了，第一名要冲线了。看这速度，看这速度。33分14，哇，好快呀！33分多，基本上就是普通人的极限了。我认为，再快就可以奔着那种，要不然有底子，要不然就是半专业那感觉了。33分多就是差不多3分20以内的平均配速了。我这会儿也准备冲最后一圈了，状态还行。好，李选手也马上准备最后一圈。也给我摇了一下铃，因为确实差得太远了，他可能怕我忘了。結果の発表です。男子ハンマー投げ決勝 M51 等井上直樹和歌山 52m76 M55 1等高橋俊夫京都 49m47 M75 1等三谷はじめ愛知 16m80 M80 1等小松博史大阪 20m70 以上です。你们看我最后一圈其实稍微加了一加，但是感觉加的稍微有点早，有点害怕，怕跑不到最后。这时候我抬手看了一眼表，我看到差不多马上到35分了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35分半，因为这时候还有150多米，我心里感觉是有难度的。好，准备冲线啦！但是已经顾不及再看表了，就使劲冲。看最后的速度，看最后的速度。你注意看我摁表。35分30，可以，成绩很不错。可以，我们继续看节目。35分30。那家属给你们重复啊，你们听不见。35分30。35分30。到那儿的时候35，还有100多米，全力冲的。我想怎么着，35、30以内。他还差100米的时候是35分冲了一下。可以。说完了。最后1公里3分31，第一名太快了，第一名33分，对吧？行，我绕一圈回来。上宮光一京都 M50、そしてその前にフィニッシュしているのは山口信之が M55 です。
第一次的场地10000米，35分30，可以。大家注意看，现在屏幕右侧在换衣服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，是一会儿800米的选手。丁姐跑应该很累了。可以了，计划要36分，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。哇，小伙伴们看，女子800メートル決勝です。只有2位选手的女子800。2レーン松岡和子大阪 W90。3レーン森本明子兵庫 W65。W90。そうです。女子800メートル決90勝。岁啊，2道这位，而且 W90就是90到94，不知道具体90几。90岁整。另外那位呢？66。哇，这是800米吗？女子800米，大家注意看黑颜色衣服那位，2道这位90岁，3道那位66岁，起跑了。我们看看女子800。我这90岁的跑的可以啊，不慢呢，这不慢呢，这个真的不慢呢，是不是？我要去下边拍。这位是60岁年龄组的，第一圈2分12。我看这位90岁，要完成1圈了。2分32，第一个400米2分32，也可能是2分31，太棒了！照这样看的话，5分钟左右。你看这位老先生是刚完成男子800米的，那位老奶奶第2圈掉速了，现在还有200多米。先頭ホームストレート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。先頭は変わらず森本明子兵庫。第1名回来了。哦，结束了。タイマーは4分23秒96で止まっております。第1名4分23秒800米。看看这位90岁的选手。さあ松岡和子大阪も間もなくのフィニッシュです。太棒了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フィニッシュ
タイマーは5分25秒あたりで止まっております。なおこの記録は日本創設記録5分20多秒好像是，太棒了！看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也没拿稳定器，拿着手机手持就过来了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iPhone 17 Pro 的4倍镜，这倍数越高，抖得越厉害。小伙伴们，今天这场比赛没有奖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还是年龄组冠军。第一名那位是45到49年龄组，他46岁。我第一名那个太快，他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成绩，他33分钟套我一圈。就是一开始起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那个人的行为很专业。就是如果以前没有这个基础，跑不了这么快。就普通人靠练不一定跑不了这么快。我们看看我的数据啊，手表记了10010米，因为我发现了，不管是高驰还是佳明，过终点的时候其实已经10000米了，但是他没响，他得过那么一点点才响，他不一响我又不敢摁。所以那次佳明那次高驰的5000米是5000米吗？对，5000米是记了5005米，然后这次佳明是记了10010米，也还行。我的手表记录的是35分30秒整，我现在还看不到官方的记录，当然屏幕上打出来了嘛，没注意对吧？应该是在35分30以内，因为我是枪响起表，我跑过终点才摁的表。为什么要说35分30呢？是因为我在还有最后120-130米的时候，还没拐过来之前，我一看表35分，我当时就想，甭管这次成绩好不好看，我得冲一把，争取冲到35分30，因为当时是很极限的。你想100多米30秒，在一个10000米比赛里不容易的。看看平均配速3分33，最佳配速2分43。就是起跑的时候一开始是先快，但是这次为什么感觉还行呢？是因为冠军那位他起跑的时候是3分30，我当时想的是我要跟着他，我没往前冲，所以我起跑就没有那么快，所以大概过了100米稳定下来，我一看表3分30，他也看了几次表，但是到第2圈还是第1圈我记不清了。那边在庆祝，不知道干嘛。他们第2圈的时候，他就明显我感觉我追不上他，他稍微一加速，我感觉追不上他，而且从后边看他那个跑步动态，就是比我强。你接着看啊，平均心率178，最大心率187，看这就没有以前那5公里顶，对不对？还可以。平均步频210，最高步频222，步幅1.35米，垂直振幅比5.3%，平均垂直振幅7.4厘米。左平衡50.3 49.7，因为是田径场，触地时间170毫秒，平均步速损失比2.52%，那不错呀。因为一般这种就是我现在进步了，我发现就是其实就差那一点儿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跑5公里，就跑5000米的时候，我比方说跑3分29或者3分27。那时候我的步速损失百分比差不多就得2.7，因为就每一步就会更努着一点，就有点大跳那感觉，知道了。所以你的那个损失就多了。像这个呢，今天就相对稳定输出，所以就好。看看后边的数据啊，平均温度是26摄氏度。看看计圈，第1公里3分21，第2公里3分32秒9。第3公里3分31秒3，第4公里3分35秒4，第5公里3分33秒5，第6公里3分38秒1，第7公里3分31秒9。我一看3分38了，我说不行，稍微快一点。然后快了这1公里之后，第8公里3分40秒3，我当时一看，我说完了。但是当时心态还行，因为8公里过里我还有2公里就结束了。但是呢，这田径场就是这点特别的艰难。你说2公里在路跑里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一看，哎呦，还有5圈，就觉得心都凉了，还有5圈。然后
第9公里3分33秒4，最后1公里3分31秒1。就其实最后1公里并没有比前面快，但是就是我还是选的是公里计圈，按说我应该选400米一圈去看，但是在这儿已经拆分不了了。我不知道我最后一个400米是多少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图表啊，图表最后应该是挺快的，你看最后图表上升的很多配速，也算是可以了，35分半。今天见识到了10000米的高手，因为这边这个比赛平常是没有10000米这个项目的，所以想跑10000米的就都来了。但是平心而论啊，你再让我报一次，我可能不太敢报了。场地10000米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因为你就是我没有人跟，没有一个集团，25圈就确实有点受不了。行吧，今天就是一个开心的比赛，去跟家属庆祝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